白九思，10万边关将士的命，就换不来你相爷点一个头。顾将军，你弄脏本相的衣服了。你倒是穿得阔气。如今北境倒春寒肆虐，将士们穿的都是磨烂的冬衣。你今日扣我30万两军饷，是想让大楚的铁骑都冻成冰雕吗？顾将军只知在前线挥霍，却不知国库空虚。江南水患滔天，房屋冲毁无数，恶殂遍野。将士的命是命，百姓的命就不是命。这笔钱，本相就是不批。你这只在京城享福的白眼狼，早晚有一天，老子要扒了你的皮！阿旺，喝口茶消消气。相爷也是为了顾全大局，并非故意针对你。朝堂制衡各有考量，莫要结下死招，徒增祸端。他算个狗屁相爷！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无名白厨，偏偏得了陛下青眼。我看见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就来气。要不是你身子奇弱，这朝堂哪轮得到他放肆？只要你能平安，我这副残躯又有何可惜？白九思，你大半夜跑到我家干什么？还穿成这副恶心样子！你头顶长的是什么鬼东西？别动！好沉稳的阳气，给我吸一口。难怪你整天装腔作势，原来是个外强中干的粉毛妖精。30万两军饷，批不批？不批，老子现在就把你这身兔毛拔了，挂在城门上示众，让全天下都看看，高高在上的大楚丞相是个什么龌龊货色。批？我批还不行吗？顾王哥，乘人之危，本相早晚杀了你！杀了我？你去哪儿找至纯阳气稳住妖力？哟，相爷昨晚可还尽兴？托顾将军的福，昨夜不慎遇到一头疯狗，听他夜夜狂吠，确实尽兴得很。无妨。那我的军饷，北境苦寒，30万两军饷已经发出。啊，相爷，军饷拨给北境，那江南水患的100万灾民该当如何？我已通牒江南复活，大义捐粮济民者，来年赋税减半。相爷今日真是雷厉风行，体恤下情啊！报！启禀陛下，北境30万两军饷在落魂谷被人劫掠一空，押送官兵，全军覆没。白九思，你前脚不情不愿的放款，后脚军饷就离奇被劫，跟我玩暗度陈仓是吧？你这是断我北境将士的生路！顾将军脑子里塞的都是马草吗？本相一言九鼎，这等上不得台面的下作伎俩，还不屑为之。够了！北境将士等着军饷御寒，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内斗？既然你们互不信任，那就一起去查，半月之内找不回军饷，朕先斩了你们2个！给我吃！粗鄙之物，拿走。堂堂镇北将军竟如此穷酸，你连雇辆带棚马车的钱都没有吗？本相的骨头都要散架了，老子的俸禄全砸在将士们的兵器和冬衣上了，没闲钱给你这娇贵身子雇马车。再说了，老子就是故意让你做这个，让你这黑心丞相也尝尝边关将士行军的疾苦。你又发什么疯？本相查案不需要带你这些破铜烂铁。破铜烂铁？相爷看清楚了，这可是老子专门为你准备的极品口粮。荒郊野外的，委屈相爷了，不够吃我再去地里给你拔。粗鄙之物，拿走。哼，你最好一路都这么有骨气。讨钱的胡萝卜。主子，顾将军和丞相为父出京了，身边一个护卫都没带。白四师是个只会动嘴皮子的文臣，危急时刻岂不是要拖累阿旺？去，把你截获的那枚黑市通行令漏给他们，引他们去黑市查，莫要接近那伙贼人的老巢。可是主子，若他们能顺利追回军饷，
您接下来在京城的筹谋，什么筹谋都没有上阿旺的命重要。去吧，做干净点儿，别让他知道是我在帮他。是。阿旺，这地笼烧得这么旺，本王怎么还是觉得好冷啊！孤王哥，你发什么疯？放手！你这双爪子不想要了是不是？那是九幽幽恩师的通行令牌，上面都淬了蛊毒。你们粉毛妖精是百毒不侵吗？顾将军，你对毒物似乎很敏感。当年有人为了救我，中了毒箭，生生毁了根基，把一个精才绝艺的人熬成了一个废人。因此，我极恨毒物，竟然为了你这种讨仙的无赖毁了自己。他做梦都要哭醒了。闭嘴！这是我们人类的感情，你个粉毛妖精懂什么？暗示鱼龙混杂，你这张脸太招摇，还是挡上的好。从现在起，老子是走私的亡命徒，你就是老子刚买来，准备弄进去卖个好价钱的俏货。顾王哥，你敢折辱本相？相爷，低声说话。你现在只是个娇弱的物件，别露馅儿了。你啲咩嚟噶？我呢啲唔係假噶。喂，粉毛妖精，你怎么了？我最近腰力不稳，这里的阴气太重，借我靠一会儿。那是装军饷箱子，他们果然在这销赃。现在就把这群恶贼剁了！别动，箱子里没银子，那是个障眼法。你说什么？2楼暗处布满了杀手，只要咱们现身，立刻会被射成刺猬。我坚持不住了，快给我吸一口阳气！不是吧，相爷，你要是在这变身，他们准把你抓起来关进笼子展览。到时候我可不会救你，我先买一张前排票看热闹。我最近腰力不稳，能识别刚刚那个障眼法已耗费大半，没精力同你斗嘴。说起障眼法，相爷方才算是救了我一命，不然我可要被那群黑衣人射成刺猬了。救了你的人都没得好报应，将军还是不要乱认恩人了，免得折寿。白九思，真想把你这张嘴豁开！嘿嘿嘿，喂，刀疤脸，上哪儿弄来这么个水灵的俏货？这皮相，这身段，瞧上一眼，骨头都要酥了。500两纹银，我要了。长着一对招子，是用来出气儿的。老子的金龟雀，你也配碰？再敢多看他一眼，老子现在就把你这身烂肉碎了喂狗！不卖你带进来干嘛？这不是纯让人感兴趣吗？且慢，500两太低了，1000两通兑银票，我跟你走。白九思，你疯了？还是你又打什么歪主意呢？牢牢抱我！阿旺和白九思怎么如此亲密？伏击阿旺的黑衣人身份可查清了。回主子，都是死士，被擒后直接自绝当场，一点线索也没留下。又是毒箭，又是障眼法，看来这京城之大，不止本王一个人在支起啊！去找九幽暗室的当家人，我要见他。相爷这身段做得比新娘子还端庄，顶着这红盖头，还真是俊啊！大喜的日子，不给本将军发点喜钱，沾沾福气？顾往哥，你嘴里的2两肉若是多余，本相现在就拔了他下酒。哎呦，相爷这是嫌我多嘴，急着入洞房呢，真是蠢钝如猪。方才那买卖人掏银票时，袖袋里的银子有官印，正是落红谷被劫的军饷。本相这叫以身为饵，顺藤摸瓜。得嘞，相爷为国捐躯，本将军就在这房梁上喝你的喜酒。小贵人，我来啦！还敢躲？
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呦！笑话还没看够，赶紧滚下来！别生气啊，相爷，剩下的脏活交给我吧。这小子只是个简陋的炮灰，官银是他捡的，线索断了，没断，30万两劫得走，却花不出去。劫匪想在九燕安氏销赃，必须要得到当家人的首肯。去找安氏当家人，把银子和劫匪一起掏出来。3位贵人找的东西确实在我九幽安氏，不过你们可拿不走。我们的身份不言自明，能让当家人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接下这桩生意，想必那劫匪背后也不是寻常势力。您说的不错，这银子不过是在我手里中转一下，最终还是要原封不动的还回去。不过我也不能让3位白跑一趟。如今京城遍布天罗地网，这笔银子他们运不出去。既然运不出去，就只能就地熔毁重铸，如此便不叨扰了。这香味里有蹊跷，我快维持不住人形了。千万坚持住，我这就带你离开。阿旺，你就这么丢下我了吗？堂堂宁王殿下，怎么会来这等藏污纳垢之地？陛下给的期限太短，我怕你们忙不过来。左右我也是个闲人，便出来寻些线索。你这身子骨，以后绝不可再来这种地方涉险。白九思，你又怎么了？空气中突然飘来一股异香，这香味里有蹊跷，我快维持不住人形了。千万坚持住，我这就带你离开。阿渊，我们先行一步，你自己当心。阿旺，你就这么丢下我了吗？吐毛吗？真是有意思。来人！接着去查白九司，所有人手全部撒出去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粉毛妖精，你是吃秤砣长大的，看着细皮嫩肉没几两肉，怎么死沉死沉的？我去，怎么还掉毛了？顾王哥，你竟敢摔本相！摔一下怎么了？我就纳了闷了，你既然敢混进大楚朝堂当丞相，怎么着也得是个能呼风唤雨的大妖吧？怎么脆得跟张纸似的，走2步就喘，闻点药味就倒？我养的看门狗都比你耐造。凡夫俗子懂什么？本相的事少打听。哼，还嘴硬。行，那你自己在这荒郊野岭待着吧，小心让猎户打回家做麻辣兔头。别走，别走，我需要你。那就老实交代，不然我真走了。我乃是苦修3000年的灵兔，即将受第1道正式天雷劫，这是我脱胎换骨跻身大妖的唯一机会。3000年？白九思，你花了3000年就修成个这？你的时间是全用来拔萝卜了吗？闭嘴！你这个无赖还好意思嫌弃我？若不是你身上的至纯阳气能帮我压制妖力，助我渡劫，本兽看你一眼都嫌污了眼睛。偏偏我这个无赖是唯一能帮助你的命定之人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不过是本相的一位药引子罢了。相爷，认清现实吧，现在是你这只娇贵的兔子离不开本将军这位药引子。这可不是求人的态度。不过本将军大人有大量，不与你计较。只要你能在7日之内把那30万两军饷找回来。7日？陛下给的期限明明是半个月。半月那是陛下开恩，北京的将士可等不了那么久。倒春寒还没过去，他们连件新棉衣都没有，再等半个月，不知道要冻死多少人。找得回来，我就帮你渡劫；找不回来嘛，本将军正好缺一条过冬的兔皮袄。闭上你的狗嘴，本相现在就要吸！只准吸气，不准乱摸，老子可是正经人。今晚你与本相睡一个房间。白九思，
你脑子被妖气冲坏了！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本相说的是童无守夜，顾将军果然满脑子污浊。你自己说的像逼良为妾，还怪我想歪。我是为安全考虑，毕竟劫军饷的人不是普通山匪，他们以军饷为饵，故意引我们去暗室，真正所图远不止30万两银子。你的意思是，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？顾将军仇家变赤解，本相只是合理怀疑，你终于被人盯上了。所以你吓得非要跟我同屋，现在知道和本将军在一起有安全感了。别自作多情，我是缩小目标，低调行事罢了。精神了不少，方才在袖子里偷吸我阳气了。你臭得很，若非无奈，谁愿意多闻？你，楚渊此人可靠吗？他身上的味道不对，不是普通药香，极阴带煞，只靠近片刻，本相妖力便乱了。楚渊寒毒缠身多年，用过的药比你吃过的胡萝卜都多，他身上有怪味儿，不稀奇。所以你信他？他当年为了救我，中了毒箭，毁了一辈子。顾将军，他待你或许是真，可他是皇子，身在局中，便不可能毫无盘算。殿下，这不是寻常药物的毛，这正是咱们苦寻多年的千年灵兔。若已修出灵丹，便可解殿下体内极寒之毒。原来本王苦寻多年的灵药，早就送上门了。传令下去，不必再查白酒司了。从现在起，盯紧他，别惊动阿旺。是，主子。白酒司，你最好真有一颗能救本王的灵丹。白酒司，你一大早发什么疯？看他那副傻样，应该并未发现被我偷袭了阳气。都什么时辰了还不起？顾将军还真是懒得出奇。太阳都还没出来呢。少废话，快起来找银子去。果真在这里，老子现在就调人，把这窝劫匪一锅端了。你现在调一个兵，明日御史台就能参你私动兵马，拥兵自重。丢失的军饷就在眼前，难道要我干看着吗？你平完北境之乱后被留在京中，本就是名声暗降，如今再私调军队，是想把兵权亲手送出去。此局若是冲你来的，他们等的就是你按耐不住。能夺回北境兄弟们的活命钱，我一人入局又如何？我知北境将士处境艰难，可你若折在这局里，北境20年无人可守。顾望哥，在本相眼里，你比这30万两更有价值。所以你连人命都能算成账，你若还有脑子，就看看那些熔炉，哪里不对？若他们真的在重铸官银，就该石炉全开，日夜不停。可这里炉火不盛，守卫不严，像是故意露给我们看的。所以要查，不是抢。你查你的，我做我的。我去找楚渊借人，不动军中一兵一卒，总不算私调兵马吧？你还要去找他？至少他不会看着北境将士冻死。莽夫，粉毛兔子，真以为老子只会提刀砍人？我不抢，但这么大一片黑作坊，若没人盯住四面出口，真银假银都能从眼皮子底下溜走。封条太新，箱子太显眼，恐怕不是销赃，是要栽赃。在那莽夫带人回来之前，本相先去瞧瞧，这局里到底藏着什么。你昨夜搂着什么睡的？衣襟里还藏着根毛。我养了只兔子，最近掉毛，原来是兔子，我还以为是白相爷身上的狐裘。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搂着它睡觉？我看未必。昨夜白相身体不适，你可是紧张得很呢。我需要他帮我找回军饷，自然要互相照应。我要的人，你到底借不借？人手已经点好了，都在前院。多谢阿渊。瞧你最近虚得很，等找回军饷，我再陪你去别院疗养一阵子。阿旺，白酒司眼中只有局势和算计，他与我们不是一路人。知道，找回军饷后，我和他依旧势不两立。主子，顾将军似乎知道白相爷的身份，知道他的身份，却在我面前遮掩。他从前可不会替人撒谎。大丈夫要能屈能伸，本相今天只能钻一回耗子洞。
这不是官银，是民银，数目也远没有30万两。果然是个套。若是贸然强抢，又会加上一个劫掠民财的罪名。我偷走一块，拿去给顾望哥那个傻子看看。还以为是目标到了，原来是一只死兔子。先吊在这里，晚上生把火烤了下酒。唉，这麻绳怎么如此粗糙，磨得本相骨头疼。哼哼，喂，粉毛妖精，怎么让人捆成东坡肘子了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搬救兵回来了？待会儿再说，我先救你出去。不必，本相自有妙计。不会吧，相爷的妙计是钻洞？闭嘴！相爷这招兔臀堵洞，当真是妙不可言。顾将军，人手都布置好了，四面出口皆有人盯守，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都撤了吧。陈记布装大小姐的嫁妆银，不错，作坊里全都是私银，和丢失的军饷没有半点关系。一旦你带人冲进去，罪名就不只是私调兵马，还要加一条劫掠民财。这果然是个圈套。走，去陈记补妆。这次倒不算太忙。相爷刚才卡在耗子洞时，也不算太远。怎么突然又妖力紊乱了？快吸口灵气！不必了。你逞什么强？日日都吸，再吸一次又如何？你以为本相离了你就活不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顾将军的灵气，还是留给你最信任的人吧。顾将军，您又大驾光临了，本店真的不能赊账，更何况是那么一大批御寒棉衣。今日不说棉衣，你女儿的嫁妆银为何会在京郊黑作坊？不是小人自愿的，小人是被歹人胁迫。被何人胁迫？3日前夜里，小人在家睡觉，一把匕首插着这封信，突然飞进来，就钉在床头。顾将军，小人只是个做布的，不敢赌上全家老小的命啊！这封信可有异样？印纸、油墨、笔迹都再寻常不过，唯一特殊的是味道。你们兔子嗅觉灵敏，你闻到了什么？一股很淡的药香，像楚渊身上的味道。白酒司，我只说像，又没说一定是他。既然你已经确定对方是冲我来的，那就不必怀疑楚渊。如果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值得我信任，那就是楚渊。昨夜暗示设伏，我已经警告过你，不许再打顾望哥的主意。宁王殿下息怒，不过是给他安2个小罪名，没有性命之忧。回去告诉你主子，我虽与他早有盟约，但他若执意对阿旺下手，我不介意掀了这棋盘。为了救你，我彻底成了废人。没有你的阳气，我会在99天雷劫下魂飞魄散。你的心里只能相信我一个人。是非不分，要这颗黑心又有何用？我的心！阿旺，你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渺小的人类，你的一辈子在本兽眼中不过是一个瞬间。顾将军，我好冷啊！顾将军，救命啊！顾将军，救命啊！顾将军，救命啊！梦见什么了？脸色比死人还难看。梦见我的心被人挖了。是哪位英雄为民除害？查楚渊吧。我欠楚渊的，不能拿北京将士的命去换。如果幕后之人是楚渊，我会亲手把他揪出来，
如果不是，我也不能让他蒙受不白之冤。白九思，你要干嘛？我们只是一起查案的同僚，本将军从未引诱过你，你为何突然兽性大发？顾望哥，你脑子里果然都是脏东西。你是要我的衣服？我又不是顾将军最信任的人，天天钻你怀里吸阳气，算怎么回事？本相是矜持的兔子，以后只吸衣服。确实很矜持。我不是为楚渊开脱，这封信绝非他的亲笔。如何判断？楚渊的自古立志清静，手风劲极险，风格十分独特。就算是刻意藏锋，也没法写得如此平庸。可若是别人写好后拿给楚渊过目，只接触片刻，药香不可能3日不散。所以这封信的出处只有2种：一，能长期接触楚渊用药的人；二，长期贴身伺候楚渊的人。明日一早去宁王府。进宫了？正是，去宁安殿看望太妃娘娘。不过殿下交代了，若顾将军来了，请您入府稍等，他也有事同将军商议。近日风大，为何不改日再来？儿臣昨晚梦到母妃了，殿行得起。母妃也想你。听说阿旺在查军饷案，母妃也听说了。宫里再清静，也总能听见几句风声。他从小性子急，你要叮嘱他注意安全。军饷要紧，可人更要紧。他未必肯听。胡说，他小时候最听你的话。我做了些栗子糕和姜糖酥，你带些回去，也给阿旺带一份。好。我用3座城池换回来的弟弟，不亲近我，不信任我，反倒把命、把信全给了顾望哥那个毛头小子。楚渊，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兄？宁王殿下，陛下请您去御书房。知道了。今日怎么进宫了？来看母亲。只看你母亲？还想替顾将军求个恩典。一开口就是顾望哥，他在你心中的地位，怕是高过了我这个皇兄吧？顾望哥不会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权衡利弊。权衡利弊。当年父皇选我去北疆为质时，皇兄也在殿上，皇兄没有替我说一句话。阿渊，那是真护不住你，是护不住，还是不敢护？顾望阁那时也护不住，可他敢豁出命来跟我去北疆，陪我屈辱的熬了7年，这就是你替他挡箭的理由？你是皇子，你的命比他金贵1000倍万倍。可如今我残了，留着这条命也是苟延残喘罢了。皇兄若是还想我活着，就算阿旺找不回军饷，也留他一命吧。尊贵的丞相大人又去哪儿打洞了？怎么搞成这副狼狈样子？顾望娥，本相这叫暗探，暗探你懂不懂？好，好，好，快点变回来，别让人发现了。可有收获？楚渊的房间、药房和几个贴身侍从的住处都有药香，味道一样，不完全一样。威胁信上的味道，除了药香，还多了一丝微不可察的甜香。甜香。顾将军，殿下回府了。阿渊，等很久了。你最近身体不好，还进宫做什么？我去找皇兄，替你求一条生路。就算找不回军饷，皇兄也不会要你的命了。你何必如此？我若是怕死，当初就不会接这案子。我当然了解你，只是此案难办，我想为你留一条后路。阿旺，别让我担心好吗？差点忘了，
你最爱的栗子糕和姜糖酥，快吃点。你也尝尝，很好吃的。栗子能补肾强筋，你小时候总是抢我的糕，怪不得如今比我高大威猛许多。相爷觉得如何？这味道可爱合心意。这味道很是香甜，是哪家铺子有如此美味？是阿渊的母亲宁太妃，她做的点心可是一绝，比京中的铺子都强上许多。确实，温绵醇厚，余味清宁。相爷喜欢就好。母亲给阿旺也备了一份，一会儿你们拿回去吃。什么？你说这点心和信上那丝甜香一模一样？不是点心的本味，准确的说，是这点心与那封信都在同一个空间内浸染了气味。这点心是宁太妃亲手所做，难道威胁信是出自宁安殿？我真的不愿相信。真相如何，一探便知。你可有办法偷偷潜入皇宫？顾将军和白相爷关系倒是亲密。叫你来是观察这些没用的东西，净说些让我心烦的话。老朽失言，白相爷外表看着和普通人无异，这噬妖蝶靠近他也没有任何波动。难道他修为不足，远远不够1000年？不，若是寻常妖物，气息绝不可能如此干净。老朽大胆猜测，他的妖力深厚，已经能自行隐藏修为。不过，只有1000年以上的兔妖内丹能解寒毒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殿下应该设一个杀局，逼他现出原形，确定他究竟修为几何。如果时机合适，就直取内丹。快点爬到我身上，腿夹着我的腰。顾将军的腰确实柔韧有力，不过本相自己就能过这城墙。你怎么过？皇城的墙根可没有耗子洞给你钻。多亏顾将军这几日的阳气，我的法力恢复了不少。你瞧，这是穿墙术。顾将军不是正人君子吗？居然随身带这种偷鸡摸狗的东西。在北境的时候用的。北境都是你的地盘，还用爬墙吗？难道爬的是姑娘的闺阁？少造谣，我对姑娘没兴趣。是这里吗？药香混着糕点的甜香，我可以确定那封威胁信就是出自这里。嘘，有人来了。顾将军，你这手太不规矩了吧？安静些，万一被人发现，你倒是能穿墙跑了，我这颗脑袋就得挂在午门石中。太妃娘娘，宁王殿下已经警告过奴才2次了，不许再动顾将军。他舍不得动，我替他动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谁的人，连这还需要为难？可顾将军毕竟是殿下最在意的人，正因为在意，才不能留。若殿下知道是您下的手，他会恨我。可等他坐上该坐的位置，他就会明白，母亲替他断的不是情，是弱点。下去办事吧。我儿从小精才绝艺，如今却要靠这些草药维持生命。阿旺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可你活着，阿渊就永远不会狠下心去夺回那个本该属于他的位置。殿下，此乃困妖锁形阵，一旦踏入，周身妖力便会即刻封禁，修为受制之下，自会露出原形。此阵对人可有危险，我要困的是白酒司，绝不能伤及阿旺。殿下放心，寻常人可自由出入，不受影响。若白酒司真的拥有1000年修为，那就趁他受困取出内丹，彻底根治殿下体内寒毒。顾王哥，你还要替他们难过到什么时候？相爷这是心疼我？少自作多情，我只是怕你哭哭啼啼耽误查案。可相爷明明说过，在你心里，我比案子重要的多。顾望哥，无风铃响，今日客栈有蹊跷，还夹杂着一丝阴气，看来这局是越来越有趣了。我进去，你在门口等着。顾将军这是在保护我，对方的目标是我，你没必要受我连累。从军饷丢的那一刻，咱俩就拴在一块儿了。白酒司，别动！你不要冲动，这阵法伤不了我。那你脸色为什么这么差？
顾将军昨晚若再多给我吸几口阳气，我脸色还能更好些。现在吸可以吗？我该怎么给你？不必，看我破阵。果然不是寻常妖物。你做什么？顾望哥，别过来！阿旺，停下！把阵法停下！停不下了，镇魂钉一出，4枚必须命中同一目标。不要！顾望哥！我说了让你别动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担心你应付不来。我不用你帮，几个破钉子杀不了我。是我太无知了，原来那钉子也是妖物，寻常兵器根本阻挡不住，还是小兔子厉害，哭起来也好看。别担心，我没事，我就是想睡一会儿。郭哥，不能睡，你醒醒，快醒醒！怎么会这样？阿旺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我来了！阿旺，你不会有事的！阿旺，顾望哥，你不是说不会丢下我的吗？救他白九思，你修为那么高，你一定能救他，对不对？我求你，救救他！死了还这般俊美，又安安静静的，可比活着招人疼多了。幸亏我在客栈封住你心气，气海、尸海3处命门，不然还真骗不过楚渊。放心吧，本兽不会让你死的。顾望哥，你最好争气些。顾望哥，快点醒过来吧，我有点害怕。这是高等妖力，远超1000年。白九思的修为远超1000年。殿下，白九思的修为远超1000年，他的高等妖力一出，噬妖蝶根本撑不住，直接碎了。阿旺死了，他死了，我还要白九思的内丹做什么？我还活着做什么？你走吧！我的病，我的毒，统统不治了，不治了！阿旺，你从前说北境风大，马也烈，等我身子好了，你就带我去看看。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我这腿好不了了，可你每次说起北境，我都装作信了，因为你说那话的时候，眼神亮晶晶的，很漂亮。阿旺，我错了，我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你，可我还是害了你。等我做完最后几件事，我就随你去。黄泉路远，你走慢些，走慢些。我腿不好，怕追不上你。